杨德昌导演他不但是在台湾，甚至于是整个国际的影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导演啊，特别是作为台湾新电影很重要的一个代表导演。2019年，杨德昌导演的遗孀彭凯丽女士，她将80几项文物寄存在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在研究的后期，北美馆也开始投入思考如何把这么庞大研究的档案跟研究的内容转化成一个电影的展览。这也是台湾第一次这么大规模大型的电影导演的展览。2019年11月15号，彭凯丽她把杨导的文物都寄存在影视厅中心，总共大概有80箱，有大概是2600个物件、手稿、书信、剧本这些哈。那包括还有像专业的录音带啊、专业的影带，大概是1000笔。那每个物件可能它一个剧本就有好几页，中心的同仁每一页都把它扫描起来。那有一些比较破损的，那他们就会用专业的技术去修复它，所以它是一个很巨量的文件档案。因为我们都是透过电影去认识杨德昌的，从来不知道他在电影的前置期，那些电影其实已经在他的脑袋里了。透过漫画或者是脚本的方式，或者是像分镜图，然后不停的修改，在展览里是可以看到电影还没诞生之前最原初的杨德昌电影思想的原型。它是我们有口袋里面的新台币，新台币，这样子。一一重构一部分就是我们从英文的 remember 哈 REMEMBR 作为一个完整的字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回忆跟怀念杨德昌。同时呢，我们绝对不能够让这个缅怀只停留在一个历史，这些历史文物档案呢，对我们来讲需要再把这些文物文件跟档案重新的组成，好，所以就构成了一一重构比较复杂的意涵。展览的设计里面，其实基本上可以分成2块。进入到每一个展览之前呢，其实都会进入到我们所谓的意象区。大家一定先看到或听到我们截取出来的杨德昌电影片段，然后重组，进入到杨德昌的沉浸式的环境里面。看完这15分钟的意象区的时候，他们就会进入到档案区，具体的去看每个文物里面的细节。透过这2种文物的跟创作的，然后电影跟当代艺术的结合，然后让杨导的电影具有一个当代精神性。这次在北美馆一一重构杨德昌的这个展览啊，我们总共发展了有7个不同的子题，透过对于杨德昌导演一生8又1/4部影视作品，更重要的是杨导他大批的笔记、文献、档案，重新的去解读它，更深入杨德昌导演创作背后的所有的想法。整个展览的第一个主题啊，叫时代的童年，用一个倒叙的方式去看他生命中的几个不同的节点，同时也去对照世界发生了哪些大事。我们在这个第一展区里面有3个原件的文物，是大学、高中跟初中的毕业纪念册。在台湾的大学到外国的研究所，比较是理工、电机工程方面的。他是一个非典型的导演，他在看这个世界，应该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视角。进入到6.7世纪少年的时候，我们就以少年具有思想还有雏形的一个人呢，作为一个角色的原型。对他来讲，少年其实就是一个带有想象、无知，想要冲撞世间、突破传统的一个人，所以他必然会受到很大的挑战，也必然会失望、跟自由、跟冲突中间受伤，甚至死亡。《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绝对就是杨导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我最想要看到电影道具到底怎么被使用，因为我们通常只能在影片里面看到被拍摄过的一个非常平面的影像嘛，但是在物件的时候，其实你就能够直接的去连接它跟电影的关系。有一面墙的音乐唱盘其实是杨导作为研究之用的，我们就挑了60年代的唱片作为这整个展览里面呢重要的体现道具跟收藏整个视觉展示的一部分。第3个展区城市探索者，在他的电影里面用台北这个城市去隐喻他对于世界的看法，还有对于所谓全球化底下现代的过程。这个展区里面截取了相关的主题片段，演化成一个7频道的影像装置。观众进入到这空间里面，好像是游移在一个迷宫中，同时呈现了杨德昌对于城市的解读。第2个意象呼应电影《恐怖分子》里面的一个著名的画面，透过一个动力装置的手法，重新再现了这张照片在电影里面的一个场景。除了2个非常主要的意象区之外，也收集了包括剧照、剧本，还有创作时候的各种不同的手稿。那我们在这个展览里面都可以看到，它都以原件的方式被呈现出来。多声部赋予诗，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展里面较为抽象跟复杂的一个展区。杨导的创作里面有一个音画跟声画错字的美学，声音呢其实是作为这整个影像串联的主体。另外一个，我们在研究过程里面发现了2卷录音带，录音带里面他朗读了何所1978年出版的《冰雪畸形》的日记。所以我们在构思这个意象区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需要把这个材料作为声音的声轨的发展。那我们也把杨导作品里面，尤其是80年代的，抽取出关于男女之间都市跟现代性的对话方式呢，让音画错位问题能够被展现出来。当我们在看杨导作品的时候，往往我们看到的东西未必是我们听到的那样，因为视觉会有一个误导性，耳朵其实会给你另外一个真相。第5个展区活力喜剧家着重在呈现我们平常对于杨德昌导演相对来说很不熟悉的4个剧场的作品。他在筹拍《独立时代》之前，他先编导了2出舞台剧，是为了电影的发展而做的一个准备。《独立时代》基本上是用一个更类剧场的剧本跟表演的方式在呈现。整个展区，我们用一个比较像是杨导的工作室或片场，里面展示了很多他自己的收藏。1988年开始，杨德昌导演到国立艺术学院，现在的北艺大，去兼了一门课。他也认识了很多后来他电影的班底，不管在牯岭街或者是后来的独立时代麻将，都有这些剧场演员的身影。最后展示了1997年他受《新新闻》杂志的邀请，总共发表了16篇专栏的文章，五花八门，各种题材都有。生命城市者是我们才在2000年拍完的一就是他在他生命后期的时候获得坎城最佳导演奖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作品。那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作品就是杨导一生创作的写照，也就是说他生命历程从小到大，然后从生到死亡，然后从喜宴到丧礼。对我来讲，我觉得一的命题是一个普世性的。
展览同时呢，我们也展示出另外一个大家比较不熟悉，从2000年开始，杨导就开始做网络动画。小房间里面你们看到10几个频道，上百则的短片动画。在2002年开始构思动画长片，叫做《追风》。我们展示了杨导接过来要完成的一部动画，叫做《小朋友》。这个遗作又回到了他创作的缘起，就是动物跟小孩。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原点。在最后一个展区啊，我们把它取名为“梦想实业家”。我们用一个非传统的访谈记录影片，访问了7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影人，娓娓道来一些他们眼中的杨德昌，或者是他们认为杨德昌的伟大之处。杨德昌导演他在正式公开发行的电影作品以外，他其实写了非常多故事的大纲，或者是故事的脚本，或者是正式的剧本。我们就利用这次这个机会，把它重新的展示出来。我们收集了非常多杨德昌导演对于世界、对于电影、对于创作、对于人生的各种各样的想法，还有他曾经获得的许多重要的奖项。在整个展览的最后，我们用他过世后在墓碑上面的一句 "Dreams of love and hope shall never die"。墓志铭的旁边，我们放了一张2005年他的小孩大概5岁的时候拍着杨德昌，太太彭凯丽就坐在远方，作为整个展览的结尾。当年也在金马奖跟国际上面获得很大的。当我们在讲杨德昌影响的时候，绝对不是那个非常明显的师徒制的影响，而是说这些他处理人物、处理对话、处理看待一个城市的方式、构图，他如何转化到一个导演，重新看待他自己生活的日本，或是东京，或是全世界各个导演，他们自己对他所生活的地方的一个反思，体现出杨德昌的影响力其实是逐渐强大，而且是无所不在。就像冰火龙介讲的，它不是属于台北的，而是属于全世界的。然后它不是只属于过去跟现在，其实它更属于未来。电影它脱离原来的作品 for objects and both copyright or just我想这个展览一个很重要而特别的目的，就是一方面让已经非常熟悉杨德昌导演电影作品的人，重新透过不同的展示方法去认识他以前的创作的历程。从来不认识杨德昌，也没看过他电影作品的人，特别是年轻的观众，他怎么样重新去认识一位对于台湾不管是在电影历程或者是文化艺术的历史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位创作者，然后或许可以吸引他们重新再去重看杨德昌导演的电影，然后去发掘他电影里面的美好。